许多现代乐器都很笨重，或由很多部件组成，有一些需要支架或者凳子来支撑。然而康佳鼓的所有支架跟鼓身都在一个便携的盒子中，这样简单的构造使得它遍布各大洲，存在于各种文化，也让它成为了当今全球最流行的打击乐器。康佳鼓起源于西非，那里的土著有着深厚的音乐传统，尤其擅长打鼓和跳舞。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俘虏并且运往美洲成为奴隶时，他们的音乐文化也与他们随行。由于他们失去了原本的乐器，他们必须即兴演奏新的乐器。在秘鲁沿海地区的非洲奴隶没有材料，也没有机会来制造传统的鼓，如非洲手鼓或吉姆鼓。他们能获取的材料是大量的海运运输箱，这些箱子不仅很容易得到，而且他们不起眼的外表也帮助绕过了禁止黑奴演奏音乐的法律。早期的秘鲁康佳鼓由一个简单的盒子构成，这个盒子由厚木板构成的5面。盒子的第6面选用较薄的木板，做成打击面，即为人熟知的塔帕面。箱子的背面有一个音孔，让声音可以释放出去。随着这种非洲秘鲁文化的发展，以及次新的音乐跟舞蹈，如桑马古维卡舞、庆典舞跟兰多舞的产生，康佳鼓成为了这些音乐的专用乐器。早期对其的改造包括将盒子的木板变弯来调整声音。当奴隶制被废除，康佳鼓变得广为流传，人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即兴演奏跟实验。把康佳鼓带到欧洲观众眼前的是一个西班牙弗拉明戈吉他手 Paco de Lucia。 1977年，他在秘鲁巡演时，他和他的鼓手 Rubin Dantas 发现了康佳鼓，并把它带回了西班牙，因为他们发现了康佳鼓演奏弗兰明戈的前置。通过拉伸塔帕里面的吉他弦，弗兰明戈音乐家们演奏出了如风鸣般的声音，结合常规的基础音，这让康佳鼓与基本的组合鼓很相近。康佳鼓很快被应用于各种音乐，它不单单成为弗拉明戈的标准演奏乐器，并且被用于演奏民俗、爵士、蓝调和摇滚。今天，人们生产了很多特殊的康佳鼓，有些鼓有可调式的弦，有些鼓有多面可以用于演奏，有一些有爵士鼓的特质。但是康佳鼓最基本的理念没有变。康佳鼓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会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前置，只要你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。想要学习演奏乐器，观看这段视频，让我们帮助你了解如何识谱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。